块钱的农村小院，我一口气租了5年。今天带你来看一下，走。这么大的院子，得好好规划一下怎么改造。花园、鱼池、动物园、菜园，你有什么建议呢？我打算新装一间卧室出来，住在这里，以方便后续的改造。还有一间独栋别野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听说以前这个院子是养鸭子的，那时候容易被毛孩子偷抓，所以主人在这里住下，方便守夜。但看样子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。果然，杂物间都是杂物。房东大爷说，这些都可以自行处理，还好先提醒我，可以让收垃圾的把大物件搬走。房子看起来非常的杂乱，但是我想把它变成这样。因为满屋子都是蜘蛛网和灰尘，今天先来收拾一下，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。灰尘又进眼睛，戴着眼镜、帽子，全副武装，都抵挡不住大批量灰尘的袭击。
昨天把漏雨的瓦片修整之后，扫了蜘蛛网，把不要的这堆衣服处理掉，又把床上的架拿了下来，擦洗一下。今天把防尘架装上去，没想到光擦这个东西花了我好多时间，踮着脚都麻了，应该找张凳子。架子晾干的时间，先来买个塑胶膜，就它了，挺厚实的。买这个塑胶膜其实千里迢迢，非常艰难，而且有很多的阻碍。由于特殊时期，出门买个东西确实有点麻烦，历经多个检查点，还好都顺利通过了。有时间我出一期视频，你就知道特殊时期默默坚守岗位、默默付出的人有多不容易了。回来刚好这些棍棍也干了，先把它摆上来。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磅主角了，要把它从底下钉到这个架子上面。没点头脑还真不行，我就踩坑了。这着实费了我好大的劲。这竹片是计划用来把胶膜钉在架子上，当我搬来梯子上手钉的时候，发现稍微一往下钉，裂开了。于是我又换了软胶片，才终于成功了。但钉的过程中还是有一点难度的，因为我要在底下把它钉好了之后再搬上去，钉子是放在里面包住的。给你看一下我这不专业的钉子大法，就这一点点的小地方，花了我大半天的时间，恨不得原地买个气钉枪。可惜我选的是最抠改造方案，今天暂且献上我这不要钱的手臂吧。终于完成一边了，照这个进度，今天能完工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幸好有这么一个梯子，还有派上用场。先把这边角固定一下，从里面把这一边给钉过来。也就我这个身高，刚好适合钉。但凡再高一点，脖子可能要扭断。哦，不对，或许别人根本用不着凳子。第三边了，成功在向我招手。P 爷上，容我加固一下。今天一滑把我吓得够呛，终于差不多还是要收尾了。虽然从小在农村长大，但这些活我还真不知道。在做之前查了好多资料，看了各种视频。有时候我真感谢自己这个不服气的性格，遇到困难我总想解决困难，遇到问题我就解决问题。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很难，但当你去做的时候发现，原来自己也可以做得到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这样吧。对了，前2天买的快递全部都到了，明天就把想象中的窗帘给装上吧。我现在已经开始激动了，一定很好看。你可以不相信我的厨艺，但请相信我的审美。垂下来的这根电线，练手吧，把它剪下来，2头打个结，钉上钉子固定，再把纱帘挂上去，简简单单，感觉没什么压力呀。看，这不就完整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毁了这个帘子。乍的一看还可以，仔细一看，还能怎么办呢？拆，继续挂，我就不信了。怎么就挂不出想象中的样子？还是不行，拿下来先比划一下。这回肯定没有错了，继续挂。虽然房子很简陋，但这是满满的成就感呀。开工，今天要做2个这样的床头柜。这是我找到的一些木板，虽然有点破烂，但我还是蛮有信心的。你觉得我会成功吗？先把尺寸量好，长度就是那么的刚刚好，应该用这2块就够了。拿个砖头垫一下，这个砖头可帮了我好多忙。确认好尺寸，画上记号，然后一段一段的锯出来。锯出来之后，再拿砂纸来磨平。磨好了，把它钉起来。过2天天气好一点，太阳出来了，我就刷上木蜡油。想象总是这么的美好，过程嘛，结尾有彩蛋哦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接下来的时间沉浸式观看。
做到这里，基本上手已经快废了，还好已经接近尾声了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赞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都是气钉枪打上去的一排排的钉子，先把它取下来。又到了砂纸环节，看来今天手彻底废了。接下来再把这一片钉上去，就完工了。看着好像好简单，但是花了我一整天的时间。一起来看一下成品吧。今天来做灯罩，搭配昨天的落地灯支架，找来一片竹片，把它削薄，然后围成一个圈，固定住，这么大，30厘米，然后用毛线围一圈，就这样绕啊绕啊绕。过程中多亏了姑娘们的帮忙，居然还有凑热闹的小蜜蜂，然后就完成啦。用同样的方法再做一个小的，全是竹屑，小的也要包起来，这怎么比大的还难包？好了。总算完成，先在小木圈上编2根3米的毛线，然后搭到大圈上固定好，再2从中间绑住。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编图案了。我这毛线太细软了，如果你想做同款落地灯，建议用3到4毫米的棉线绳。编到后面我直接放弃了，总是绕在一起，压根编不了。错就错在我太抠了，毛线都是从这衣服上扯下来的。这是它最后的样子。装个旧灯，先看一下效果。开工，猜猜看今天我要做什么？先用直尺画出五角星，我没有，所以用卷尺代替。这是尺寸，确定好5个顶点之后，就像这样连起来就可以啦。同样的方法，再画一个中号的五角星和一个小号的五角星，然后依次临摹到大的五角星上面，把它们都剪下来，在硬纸板上把五角星临摹出来，用美工刀割下来。没有美工刀，我用我的小美刀代替，像这样用热熔胶粘起来，用热熔胶把这11朵花粘在一起。这一步成败的关键在于你的五角星是不是正的五角星。其实画五角星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我用的是4比3画法，我在前面已经把尺寸给你标出来了。不过如果你有打印机，直接打印出来就更方便了。粘好的效果怎么样？感觉还不错吧？开灯，开工。今天我要在这片空地上做一间鹅舍，先把杂草清理一下，这种草特别多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药用价值，反正不管了。这么一小块地方，没想到杂草这么多，可费了我不少力气。哎呀，太阳出来了，拔完这几根，砍竹子去。砍竹子倒是不难，就是往山下拉的时候有点费劲。今天的任务就是砍6根立柱。看，我今天有个大家伙帮忙，拖最后1根的时候腿有点软了，那就原地分解好了。OK 了，扛回家。你还别说，这竹子还真的是挺沉的，有生之年第一次扛这么重的东西。还好今天有辆车来帮忙，帮我省下了好多时间。你还别说，有的东西就是这样，你看看，扛着扛着它就顺手了。量好尺寸，做好标记，挖下去，挖6个坑。我挖的是40厘米的坑，然后一一把柱子埋下去就可以啦。正在看视频的你，有没有什么更省力气的方法？我扛这个竹子真的费了好大的力气啊！好啦，埋下去，另外的柱子也用同样的方法一一的埋下来。今天就先这样吧，收工，吃饭啦！我今天又来砍竹子了，建个鹅舍还真不简单。
没想到居然要消耗这么多。听，夏天的声音。处理好的这些竹子是用来做屋顶的，先把它们放上去，又合上去钉。砍了3天竹子都不够，明天可能还要再去拿2根吧。小时候总是跟男生玩，练就了一身爬树技能，今天给你展示了，怎么样？这轻功不错吧？接下来就要开始高空作业了，小朋友不要模仿哦。给你听听农村的声音。接下来的工作内容非常枯燥，就是把这个竹片头跟尾都钉起来就 OK 啦。看似简单，这一排钉下来手还是蛮酸的。一开始钉得挺费劲的，经常钉子到处乱飞，还几次钉到手。不过慢慢的越钉越顺手了。其实力度还是蛮重要的，掌握了力度，轻轻松松就搞定了。看，分分钟完成。要不是竹片不够了，我今天就完工了。最后给你安利一个实用的小技能，砍竹子的时候，这个疙瘩非常的难砍，你只需要像这样砍上几刀，然后用刀背一敲就出来了。如果你不懂这个技巧，可能你的刀缺口了，这个疙瘩都砍不掉。明天最后一天，我鹅舍的屋顶就完工了，记得要来看哦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这样吧。想发视频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，但是为了各位云监工，还是把视频给剪出来吧。本来是打算做一间鹅舍的，但是做到现在突然想把它改成茶社了。接下来小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如果有一间茶社，忙碌之余就可以坐下来沏一壶茶，想想就挺惬意的，干起活来都没这么累了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我的鹅又该住在哪里呢？一想到他们哔哔哔地围着我转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早点把他们接回家了。我做这间鹅舍到现在4天的时间，只做了一个骨架，还要盖上防水膜。我还想去割些芦草来摆在上面，底下还要铺满竹片，四周也要稍微的围起来。这么一算下来，10天的时间可能都要了。如果我再做一间小小的鹅舍，2天能完工吗？离得近的竹子几乎都快被我砍完了。如果还要做的话，可能要去更远的地方，到比较高的山上去看了。都看到这里了，你给我个建议吧。这间房究竟要做鹅舍还是茶社呢？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。是我租了5年准备要改造的房子，这是连续下了1个星期的雨之后的样子。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把屋顶拆了，全部重做。师傅已经联系好了，等晾干一些就可以上房接瓦了。一大早就来上房接瓦了，别担心，房子主人允许了。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瓦片全部给撤下来。看得出我在干什么吗？这些瓦片可大有用处，我得先留着一些。好多灰呀，不过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能保住多少是多少。今天叫来了帮手，一会儿他们会直接在房顶把瓦片丢下去，到时候就全碎了，都要不了了。你猜这些瓦片我留着打算用来做什么？嘿嘿，你肯定是猜不到的。我就这样凭一己之力，一点一点地往下挪。怎么样？今天晚上加个鸡腿，不过分吧？千辛万苦给搬下来的，看一下成果。这2个小家伙老抢镜，来来来，给你上个镜，看过来。哎，怎么跑了？这效率可比我高太多了，看着好解压呀，特别有节奏感，有没有？3两下整完了1大半，看看这效率。我终于下定决心上房接瓦之后，请人来做了屋顶。刚做到一半，哗啦啦下大雨。一场雨过后，风和日丽，但是在整瓦这样，我看现在风和日丽，于是我就叫来了师傅。师傅也是高效率，吃完午饭马不停蹄的就赶过来了。本来一切好好的，可是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。还没正式开工，突然乌云密布，哗啦啦又下雨了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师傅们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，一下子就把工具收好，全部装上车，并且一脚油门，人都不见了。
这场雨越下越大，越下越大，最后只留下了没有反应过来的我。你也不要问我为什么停更了，天天下雨，啥也干不成。我窝在家里，脸也不洗，玩消消乐这件事情，实在不想让你知道。总有人说自己很能吃苦，其实他只是能吃体力的苦。我一开始说要改造这个院子的时候，就有人说，怎么突然要跑到农村吃苦？甚至有人说，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？我只是笑一笑。那什么是吃苦呢？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以前了。10几年前，我们所谓的吃苦，大多指的是体力上的苦，而现在吃苦已经包含了太多意义上的维度：持续学习吃寂寞的苦，深度思考吃脑力的苦，自律习惯吃修行的苦，自控能力吃放弃的苦，承担责任吃压力的苦，低头做人吃尊严的苦。这些智慧的苦，才能真正的拉开我和别人的距离。所以恰恰相反，我觉得这些日子是我最放松的时间。我成长最快的是这5年，短短的时间，我切身见识了虚伪、背叛、反目、欺骗，见识到了人性的可怕，也意识到了自己性格的缺陷。一个人摸爬滚打，失败重来再成功，起起落落，我从不抱怨世界的不公，因为我知道吃多少苦有多少福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这句话是爸爸从小就教给我的道理。我承认，我在这里孤岛这个破小院是有偷懒的成分，因为在这里我可以不用过多的去思考，还能把过去的不好情绪一点点化解了。我正在接纳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吃苦算什么？我说过，别看我一脸稚气，别给我逮着机会，我的能量和爆发力，见识过的人都为我鼓掌。开工，今天打算做一个落地灯，大概就是先找一根合适的木头做灯架。这个破旧的院子真的好多宝贝啊，就它了，一切都是这么的刚刚好。这个木材应该是干了很久了，这皮太难削了，我要使出昨天做床头柜的力气了，以及100倍的速度。我爷爷刷到我的视频，说我加速的时候太晃眼了。怎么你刷到觉得很刺激很解压呢？尊重他老人家的建议，以后尽量不加速了，这样我只需要拍几个镜头就可以了，简直不要太开心，手机还可以省下不少内存。哎呀呀，最后一点就完成啦，让我这不花钱的手臂休息一下，晚点再来磨平吧，顺便去找个木桩做底座。你看看你看看，我就说这院子都是宝贝，在外面这么多年，风吹日晒都没有坏，给你洗个澡，还是我的好宝贝。接下来是尽情的玩水时间，小时候不给玩，现在可以玩个够了。这个木桩到底是什么树呀？特别沉，起码有10几20斤，表面都有好多青苔了，居然还这么完整。我刚翻起来的时候，底下还有小蚯蚓。最后再刷一遍晾干，等我磨好刚刚的树枝，然后就把它们组合起来。又到了最费手的砂纸环节，我最怕用砂纸了，用完手臂绝对内酸爽。不过或许是我的力道不对吧，我磨了半天还是不光滑，算了，等底下的木桩彻底干了之后，再一起刷上木蜡油吧。我要在这里挖个洞，然后把我的灯架放进去。像我这种完全没有做木工的基础，完全从零开始的小白来说，确实有点难。不过我怎么能认输呢？看吧，差不多就完成了。这个洞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我试一下够了没有？一切总是这么的刚刚好。钉个木片，加固一下，把多余的木条锯出来，底下多余的木条也给它锯掉。今天就先这样吧。